大家好，我来了。这两天半导体跌得非常惨，我看大家的留言已经到了极度恐惧的时刻。最近也是，你能想象到的各种坏消息全部都出现了。但也有好消息，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就是黎明前的信号，所有最佳的买点全部都是跌出来的。今天我就会告诉大家时候差不多了。先强调一下，本影片只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盈亏，我的投资逻辑可能对也可能错，欢迎大家指正。有些朋友被最近的新闻里面说什么熊市来了吓得睡不着觉，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美股的指数，就会发现一个特别诡异的点，就是标普500、道琼斯指数其实都没怎么跌，微幅波动，跌的主要是半导体为主的科技股。再看一下板块的资金流向，就可以看出资金它是从科技股流出来，大量进入了金融股、医疗保健、消费、地产、能源等等的。所以从整体来看，整个美股大盘还是比较健康的，资金是在流动，但是没有出现那种熊市要来，大家把资金一起抛售那种迹象。我之前说过，历史上统计这个7月份涨的概率是100%，这个是用大盘标普500的数据来测算的并不是某一个细分的板块。如果全仓加3倍杠杆遇到记忆体大跌，那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以前一直都说标普500 SPY VOO 这一定是要配置的，尤其是长期投资的朋友。虽然是涨得慢，但关键是它涨得比较稳更重点的是它历史上一直都在涨。所以从这里面来看，这个形势就有一点明朗了，就是这次下跌跌入熊市的是半导体板块，而半导体是被记忆体股票带崩的。之前有很多朋友都错过了配置半导体的这个机会，现在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可能是机会要来了。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而且接下来布局的机会还有时间段也会用逻辑和数据给大家详细解释分析一下。做投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投资账户，我最近差点被诈骗电邮钓鱼了，我每天收到很多邮件，都分不清哪些是粉丝哪些是诈骗的。幸亏我在浏览器安装了 Surfshark VPN 组件，它有一个邮件诈骗检测功能，可以用 AI 扫描发件人、邮件内容和里面的链接，最后判定这是不是黑客的钓鱼邮件。我还会用 Surfshark VPN 把网络 IP 地址切换到美国、台湾、日本、韩国，借用 AI 翻译看不同国家的 AI 产业新闻、投资观点，从中提炼投资方向。Surfshark VPN 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伺服器，切换不同国家的 IP 地址，还能享受软体订阅、机票、饭店最优惠的价格。出差旅行，在图书馆、咖啡厅使用公共 WiFi 时，我也会打开 Surfshark VPN 加密我的手机网络，防止骇客窃取我的个人资讯和账号密码。现在前往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每个月不到1杯咖啡的价格，不限设备，全家都可以使用。点击荧幕下方之留言或资讯栏链接，下载 Surfshark VPN 就可以保护全家人的各自安全。感谢大家。现在为什么网络安全股票涨得这么好？就是因为 AI 让黑客变厉害了，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先说一下，半导体下跌是已经跌出了黄金坑。半导体每次出现这种大跌的话，都会涨回去为什么？先看一下费城半导体7月17号收盘，比6月22号历史高点低了 20.02%，跌 20% 以上呢，就是叫做技术性熊市。但是另外一半数字你也要放进去思考一下，这个指数从3月的低点到6月高点一共涨了 105%，这个3个月涨了1倍，1个月才跌去1小点这个是如果这么看的话，其实跌的也不多上周日本还要说要投入24亿美元采购 2.75 万枚辉达 Rubin 芯片，要构建一个主权 AI 大家注意这个点这个关键词主权 AI， 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为什么？现在美国正和伊朗打了欢，所以川普要借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把伊朗革命卫队给灭掉。在历史上看，美军一旦登陆中东的时候，这个美股将会大涨一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伊朗革命卫队。现在谈判是不可能的，每次都是反悔等到战争结束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沙特、阿联酋等等的这个周围的阿拉伯土豪国家，他们会全力进入主权 AI 的建设。黄仁勋现在正是在推动一个开源 AI 模型加辉达数据中心的整合。每一个国家的数据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些数据是不能喂给 Cloud 跟 ChatGPT 的，你喂给它了就是帮它成长了。所以黄仁勋在推动主权 AI， 把数据锁到每个国家里面。以后除了美国这些巨头的支出 Google、Meta 之类的，其他的国家或者什么制药企业、金融企业、石油企业等等，他们会自己去买显卡，用开源的模型把自己的数据放在自己的保险库里面。
最近还有个新闻，就是 Kimi3 最近放出来了，还没几天就公告自己是不接受新用户注册了。之前美股下了大跌一下，现在就发现算力不够了，还是要建数据中心，要不然多好的模型也没有用。所以大家不用怕开源模型的冲击，模型现在更新的太快了，谁比谁厉害还不一定。但是卡住这些模型的脖子是什么东西？大家想一想，那就是算力。算力的背后就是 AI 基建。现在半导体、记忆体下跌，大家都在 price in 未来所有的坏消息，尤其是中国长鑫存储、韩国、美国记忆体公司的这种扩张，他们担心未来产量提高，记忆体未来会大幅下降。但是这一刻还没有到来，也有可能这些记忆体存储一直会缺到2030年。这个以后我会单独出个影片详细的分析。最近我就订了2块硬盘 16T 还是机械硬盘，价格比前几年涨了好几倍。之前的 16T 的硬盘全部都满了。之前全家人的影片照片你能删吗？不能啊，这都是回忆啊。而且全球的各种的监管都规定什么银行机构的交易记录要线上保持至少5年，这些数据也能删吗？也不能啊，都一直要保存，而且数据越来越多。以前玩个游戏就几百兆，现在随便下个游戏都是几十 G 的那么大的游戏。其他公司也一样，数据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记忆体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指数，10年它其实出现了3次深跌，而且每一次都会回去的。2018年关税摩擦，半导体指数回撤了 26%， 从低点算100天之后就回到顶点。2020年 COVID 1个月不到下杀了 35%， 但是79天就涨回最高点。2022年半导体指数跌的是最漫长的，回撤 45%， 但是14个月涨回去，而且涨得比以前高了多了去了。22年是美国持续加息，标普和纳斯达克也是10到12个月才涨回去的。22年其实是我自己资产增长的一个基础，当时我每个月都是在持续的买入一直买，在23年就涨到了26年这一下资产就增值了很多。所以有时候这个股票的一直下跌是一个非常好建仓的机会，尤其是对于这种定期定投的、定期买入的一些朋友。那我凭什么说这个半导体一定会涨回去呢？以前大家觉得这个记忆体还有半导体都一样，都是周期股。但是在2016年以后，半导体它就不是普通的周期股了。你要反驳我，可以先看看台积电、辉达、AMD， 你看看它的走势还有估值，你看它是现在还是什么半导体周期股吗？现在他们都不是周期股了，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已经有自己非常厉害的技术了，有护城河了，所以它就不是周期股了。我想记忆体和其他的半导体股票也会走到这一步。我投资都是看3到5年的长期投资，看的是整个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现在 AI 的产业跟以前的规律都是一样的，没有变。为什么过去20年这个半导体一直涨到现在，而且从16年开始上涨？其实它经过了一个产业发展的规律。它第一个阶段就是2007年到2010年的这个硬件启蒙当时是出现了 iPhone 和安卓手机、智慧手机。大家回忆一下，当年用它们拍出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是有多么兴奋随着智慧手机的发展，第二阶段就是应用的爆发。2011年到2016年 4G 的高速网络连接出现了，这个时候 WhatsApp、微信、移动支付、抖音全部出现，这个手机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必需品。尤其是到16年这个应用集中爆发，这个点就是什么抖音、TikTok、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还有直播带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月线图，半导体指数就是从2016年的6月，它就开始超越纳斯达克，开启了一路上涨之势。第三阶段就是从19年到2020年 5G 商用，再到疫情爆发，供应链断裂，世界停止，半导体大跌其他的股票也一样大跌。后来呢，又来了22年的整体的大跌一轮，但是等到世界平稳了以后，他们需求又上升了，大家又一起涨回去了。从这里面看，大家再捋一下，整个产业的顺序发展的非常清楚，就是先有硬件，有了手机，再有基建 4G、5G， 然后突然就有应用的爆发，从此芯片就变成了必须。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I 现在走到哪一步了？我们还是在第一步这个基建，它的轮回就非常相当于07年到10年那段硬件启蒙阶段。当年是疯狂盖这个 4G 基站的时候，亚马逊、谷歌疯狂盖这个云计算中心，
现在 AI 这个应用爆发还没有开始。那 AI 是什么应用？第一个 AI 应用爆发的时机就是这个苹果的 AI 手机，或者是什么 OpenAI 的 AI 手机，它需要记忆体，手机要运行 AI 模型就需要大量的记忆体，而且苹果又要说把这个隐私都要保存在你的手机上，不能上传其他服务器，所以这个 AI 必须手机上运行。再加上 AI 笔记本、AI PC 之类的，这需要多少的这些记忆体或者是芯片之类的 CPU。所以大家看这个苹果是一个好公司，还有其他的应用都会爆发。然后就是机器人、无人驾驶、AI 个人电脑、AI 药物研发等等的都会有。医疗我认为也是受惠 AI 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所以我的判断就现在这个恐惧的位置就是 AI 版本的大约是2013年左右吧，那个时候 4G 也是刚刚出现经常的波动非常大。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就一下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卖出了，那你看一看这个损失有多大。现在大家看不清，这个就是认知温差，你比别人早看懂一个阶段，那就早一步发财。那现在的记忆体、半导体跌了，什么时候是买入的机会？要找到这个机会，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次暴跌的主线原因。现在的新闻非常杂，但一切的根源就是4月份的韩国。3月末，美国、伊朗传来了这个停战的苗头，半导体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1个月大涨。我在当时2月、3月做影片就告诉大家越跌越买。4月份那当然是相当爽但是韩国政府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韩国朋友们都把钱换成了美元，去美国买高杠杆的 ETF， 所以韩元汇率对美元的这个压力特别大。所以5月份韩国为了把散户的资金留在国内，他首次就批准了单股杠杆的 ETF。 之后到了6月，他们就一口气冒出了16只，而且他们的标的只有2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因为韩国监管规则规定市值超过 10% 才能使用这个杠杆 ETF， 而全韩国只有这2家公司是超过 10% 市值的。于是这16只上市的股票从30亿美元一路膨胀到91亿美元，而且 92% 的持有人是散户。到了6月24日，全市场的融资余额就冲上了历史的记录 38.6 万亿韩元，比去年的同期直接翻了2倍。韩国人加杠杆不是单纯的只买这个2倍的、3倍的海力士他们是贷款、信用卡再加 N 倍的这个做多杠杆加到极致。于是7月1日 Meta 就出现了一个出售算力的新闻，引爆了韩国市场。7月11日，韩国投资证券一篇研报把三星、海力士第2季度的这个 DRAM 涨价预期从 50% 下调到 28.9%， 当时海力士就单日暴跌了 16%， 韩股大跌了 9%所以从此以后就天天的熔断，其中有36万个账户被强制停仓。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的杠杆、台湾的杠杆同样也是来到了历史最高点。当这个杠杆一高呢，它会出现一个数学问题，就是股市上涨 20%， 它这个要维持2倍的杠杆，就必须再买入 20% 的股票，这个时候就会加速股票的上涨。但是如果这个股票一旦下跌了 20%， 这个杠杆它就不是2倍了，它就是 2.2 倍。所以你要维持2倍的杠杆，它必须在下跌的时候再斩仓 20%， 数字不是很精确，但是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这个杠杆 ETF 还有一个被动技能，就是摩擦损耗，就是在被动的行情里这个跌 10%涨 11%， 100块钱的股票这个正股它会回到原位100块，但是杠杆 ETF 就不会它跌 10%再涨 11%， 它只能回到95块。所以越跌越少，越少越卖，越卖越低，越低越爆仓，这个螺旋下降。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不要用杠杆，不要买杠杆 ETF， 本金没了如何翻身我没有杠杆，随便跌，跌了是好事，跌了我可以再次加仓。有人就问这个你哪来那么多弹药可以加仓这个是个人财务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一辈子要财富自由，就要打造无数的现金流，你要有工资收入、股票投资收入、股票分红收入、房租收入、线上销售收入、版权收入、流量收入等等的。有句话叫什么人无偏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你必须有除了工资以外其他的收入，否则你怎么去补仓巴菲特之所以是巴菲特，就是因为他有伯克夏一家保险公司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他现金流。接下来韩国和美国的杠杆还是非常高，而这次下跌现在也只下跌了大约 10% 的杠杆。
根据摩根大通的数据，如果让这些 ETF 杠杆的比例回到今年4月前左右的正常水平，大约需要3个月左右的震荡。3个月左右的震荡，它不是持续的3个月的下跌，它是上下波动。只要横盘的一波动，这个杠杆的 ETF 本金它会自然减少，越来越少。这就像这个啤酒中的泡沫，只要你没有新的酒加入，这个泡沫就会自己慢慢消失。消失对我们这种长期持有者是特大的喜讯，因为水面露出之后呢，这个水位才会慢慢上涨。但是对于持有 ETF 杠杆的朋友，这是巨大的坏消息，因为你们的本金会逐渐消失。震荡虽然痛苦，但是它是在帮整个市场的排毒。7月22日到29号，谷歌、Intel、微软、Meta 集中发布财报。另外一个窗口就是8月4号 AMD 和8月26号的英伟达财报，非常重要。现在是 AI 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不认为现在谷歌、微软、Meta 会降低资本支出，肯定会有很多公司，比如像甲骨文这种的，它的支出超过自己的现金流，会引发担忧。但是产业的整体方向，世界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任何新的东西出现，在前期都会出现泡沫，就像辉达的股票一样，苹果也是，在前期都会波动非常大，但是最后他们都会稳定下来。但是前提是你选的这个公司要跟苹果、辉达它有护城河，盈利持续上涨，有创新力，才能长期持有。新手的朋友继续定投宽基、QQQ、SPY、VO， 把这3个月当做打折期，固定金额买，不要看盘。震荡对长期投资的朋友是一份大礼包。准备抄底半导体的朋友，子弹可以分成3到5份，前3笔只建 30% 到40% 的底仓，一定不能梭哈，筹码还要消化3个月。如果今天你全部就下注了，那接下来每一次震荡都会让你非常折磨。现在还不是很稳，美国、韩国的杠杆还是在高位，要通过震荡给他们消灭下去，而且财报也会波动很大。最近的战争、美联储还有美国的大选都是一些问题，但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建仓时机。现在我还有很多正股股票就放在那儿不要动了没事就出去锻炼一下，散散步，晒晒太阳，不动就是赢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就是慢慢买入的时机这3个月我也不猜底，我是分批买入。下一期我会盯着7月22日左右的财报，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资本开支到底砍了没有，这个是决定这波是错杀还是真熊的分水岭。欢迎大家留言，我都会仔细看，也会回复您。关注我一下，打开小铃铛，也别忘了用新西兰链接领取 Surfshark 优惠。在外面的看盘，千万不能让自己的网络裸奔。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